我是诡异世界最有钱的大老板，恐怖游戏的场地几乎都是我提供的。没想到突然被不长眼的规则怪谈给选中了。欢迎来到笑脸游乐园规则怪谈。弹幕中的诡异迫不及待看到我在跳楼机摔成肉酱，结果我在半空中被甩掉脑袋后高呼再来一次。现在的人类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？到底谁是诡异呀？Boss 怎么对他毕恭毕敬的？他什么来头？恐怖小丑谄媚地给我递上气球小狗，替狠狠教训不长眼的员工。当然是因为我的亲男友早就把这家游乐场收购了。欢迎来到笑脸游乐园规则怪谈。初始玩家20人，现存活20人。再次睁眼，我恨不得把这规则怪谈拆了。他们到底怎么选的玩家？我可是诡异世界最有钱的大老板，名下产业无数。这次居然被隔壁的规则怪谈给抽中，成为玩家了。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份游乐园手册。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本市最大的游乐园笑脸游乐园。本乐园的游乐设施绝对安全，希望大家遵守规则，快乐玩耍。几位玩家颤巍巍地翻开手册，里面不仅有游乐园的地图，还有各项规则。游乐园开园时间为8点到19点，请一定要在19点前离开园区。2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请找到身穿蓝色马甲的员工说明情况。本游乐园没有穿红色马甲的员工，如果遇到，请无视。3游乐园门票已包含除食品外所有项目的费用，如果遇到工作人员私自定价，请拨打投诉热线投诉。4游玩过程中如果出现幻觉，请及时到售卖处购买西瓜汁。5游乐园中没有动物，如果您在园区发现动物，请及时到小卖部购买食物投喂。6小丑会不定时出现与游客互动，请保持笑容观看表演，不要发出尖叫。7游乐园售卖处不提供西瓜汁，如果有需要，请及时找到红色马甲员工购买。8每位游客至少需要参加5项游乐设施，注意要遵守游乐设施的要求哦。9离开游乐园时，请确保除了欢乐，不要带走游乐园任意物品。我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占地面积无比巨大的游乐园，笑脸游乐园的霓虹灯牌忽闪忽闪，高墙后的过山车里发出阵阵尖叫。等会儿，这不是亲男友前几天带我来的游乐园吗？我记得他已经被他买下送给我了。现在笑脸游乐园变成规则怪谈副本，我这个当老板的怎么不知道？游乐园门口诡异来来往往，大学女生被这些奇形怪状的游客吓得连连尖叫。眼镜男眼疾手快，直接捂住对方的嘴，厉声喝道：别乱叫，你难道想要害死我们吗？有几个诡异游客流着口水，眼巴巴地看着细皮嫩肉的大学女生，要不是在游乐园门口，早就扑上来了。眼镜男已经是度过5个副本的老玩家了，理所应当成为了大家的领头人。规则绝对正确，请注意不要违反任何规则。只要通过10个副本，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本次副本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2个新玩家，不过其中一个看上去出奇的淡定，当然也格外的眼熟。门口这庞大的客流量馋得我都要流口水了，可想而知这个月游乐园的报表会有多么漂亮。诡异世界最大的游乐园是我的亲男友陆谨言送给我的礼物。既然这样，这次就当我来游乐园视察工作好了。至于规则怪谈，等副本结束我再找他算一下用我场地还不付费的账。在玩家看不到的地方种诡异在直播间刷起弹幕。这次的玩家看起来细皮嫩肉的，早知道我今天也去游乐园玩了。听说跳楼机可刺激了，可以把人摔得4分5裂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看到这些人类变成肉酱了。游乐园好像换老板了，好像是隔壁恐怖游戏的 boss，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看直播。这所游乐园每天光是人类的收益就足够让诡异眼红的了，真羡慕游乐园的老板。站在售票亭里的女员工看到玩家们眼前一亮，热情地向我们招手。欢迎来到笑脸游乐园，门票只要998诡异币。笑脸游乐园，让诡异充满笑脸的游乐园。眼镜男脸色难看，一张门票几乎要掏光他的积蓄，他讨好地问售票员：能便宜一点吗？售票员的笑容更大了，嘴里的鲨鱼牙若隐若现，我们不接受讨价还价哦，不过如果钱不够的话，可以来兼职我们的员工1个小时，就能畅玩游乐园哦。眼睛男冷汗直冒，不敢回话，他只能乖乖掏钱买门票。1个小时的兼职就能抵998的门票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通关1个副本，世界奖励才300诡异币，基本所有能付得起门票的老玩家都咬牙买了。大学女生环顾四周，漂亮的小脸楚楚可怜地望着其他玩家。她被齿轻咬下唇，还没开口就被一道声音打断了。我要去兼职。一个漂亮的女玩家跃跃欲试，她双眼放光，已经迫不及待要冲进游乐园了。等等，这不是我的好闺蜜姜糖吗？她也被抓来冲撞钉啦。售票员转头看向我和大学女生，请问2位游客希望用什么方式支付呢？大学女生见到周围的诡异，已经蠢蠢欲动，老玩家也没有开口要替她付钱的意思，惨白的小脸点头。我默默掏出一张黑卡递过去，反正都是左口袋到右口袋。售票员瞬间变得谄媚，他柔声细语地说：欢迎贵宾来到笑脸游乐园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周围的玩家脸色都很难看，一个精英男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头骂：有这种道具你不早点拿出来，你是不是存心让我们把钱都花完？你最好现在把诡异币分我，
否则别怪我给你使绊子。售票员直接伸长脖子，狠狠咬断他，指着我的手臂。他面露微笑，请不要对 VIP 用户无礼哦，亲。所有玩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这张黑卡居然有这种作用。姜糖早就摸到我身后了，他扯住我衣角，然后直接扑了上来。苏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居然有黑卡！发达了，不要忘记好闺蜜呀。我捏住他的脸蛋肆意揉捏，你不也是没告诉我要来规则怪谈当玩家吗？这个玩家居然有黑卡，诡异世界里不超过5个人有这张卡。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。你们最好收敛点，他的后台你们绝对惹不起。这次玩家里好像混进去了一个诡异来捣乱，不会就是有黑卡的那位吧？玩家们三三两两去他们认为安全的项目了。至于姜糖，他和另一个女玩家要先去兼职2个小时才可以拿到门票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跑到跳楼机这边了，上一次还没玩过瘾。在跳楼机上，游客在迅速下降的过程中，随时可能会失去身体的一部分。这个项目也是玩家最不想参加的一项，死亡率极其的高。蓝马甲员工把我的安全带勒得紧紧的，还特地把交叉处压在我脖子。他不怀好意的笑，祝您玩得愉快。弹幕中的诡异们都兴奋起来了，没想到居然有玩家敢来跳楼机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他被甩掉脑袋了。真羡慕在他旁边的诡异，说不定可以尝一口。我两边的诡异口水都要把我的衣服给浸湿了，他的安全带松松垮垮的，随时可以探出身子把我一口吞掉。跳楼机开始运作了，我感觉机器在缓慢的爬升，直到顶点，然后以极其不科学的速度开始下坠，绑在我身上的安全带也越来越紧。我旁边的狗头诡异即使甩掉胳膊也不舍得离开位置，生怕来不及一口吞了我。我感觉我的视野越来越高，然后我看到我没了脑袋的身体端坐在座椅上。狗头诡异闪着兴奋的目光，一口啃了上来，结果直接崩飞了牙齿。我默默伸长手把自己的脑袋捞回来，然后迅速给两边诡异响亮的大嘴巴子。你们干啥呢？把口水蹭到我身上，多恶心啊！他们一脸震惊，不敢相信看上去香香软软的人类居然能崩掉他们的钛合金硬度的牙。不对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人类丢掉脑袋以后还能动啊？活见鬼了！诡异在直播间都炸开锅了，弹幕淹没了整个屏幕。现在的人类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？到底谁是诡异呀？这个女人是钻石做的吗？居然能把狗头诡异的牙齿给崩碎，要知道她牙齿的硬度可是排行榜第1名。你们是不是傻？显然她根本就是插入到玩家的诡异卧底呀！我稍微伸了个懒腰，站起来的瞬间把座椅也给端下来了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再来一次。不过这座椅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粗制滥造？跳楼机的几个摇摇欲坠的部件这个时候也直接掉了下来，随即把几个幸运儿砸扁。蓝马甲员工，可惜我居然没在半空中就死去，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超长账单交给我。亲爱的游客，由于您的不当行为给游乐园设施造成了损坏，请您赔偿我们的损失。他上下打量我的身体，然后装作退让一步的样子。我看你也付不起，把身上值钱的道具交出来，然后再赔一只手给我。我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一只手换你的命，很划算吧？我把身后的座椅抬起来，狠狠砸向他。别以为我没看见机械运行前你们巧摸拆设备的动作。我就奇怪，客流量那么大的游乐园，怎么会突然多出来那么多设备维修费？感情有员工中饱私囊，两边要钱啊！一边以游乐园的名义索要设备损坏费，另一边又申请维修经费。蓝马甲员工直接被我拆散架了，他还在放狠话。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你一个小小诡异给我等着，小丑 boss 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一脚给他扒拉个没完的脑袋踢飞，心疼我的跳楼机都快被拆没了。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就算这个员工不主动来找我，闭园以后我也是要和他算总账的。去下一个项目的路上，居然遇到不少玩家，他们死皮赖脸的要跟着我。毕竟我能掏出黑卡，一定是个扮猪吃老虎的高端玩家。一个滑稽小丑突然蹦到我们面前，把一个中年油腻男吓得尖叫一声。中年油腻男叫出声以后，才想起来第6条规则：小丑会不定时出现与游客互动，请保持笑容观看表演，不要发出尖叫。显然油腻男违反了规则，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是什么。油腻男撒腿就想要逃跑，结果他的腿直接被小丑逮住了。他肥大的身体在小丑手上像充了气的气球变得越来越大，最后整张皮都被撑开了。即使这样，油腻男还活着，他艰难地发出哀嚎。玩家被眼前的场景吓得不敢出声，但还是努力地挤出微笑。小丑拿着这个巨大无比的人体气球，随机送给一位玩家。那个玩家笑得比哭还难看，他颤巍巍地接过还在挣扎的男人，弱弱地向小丑道谢。小丑满意地继续给我们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哑剧。玩家们拼命大笑鼓掌，生怕自己和油腻男一个下场。小丑看到我激动地跳踢踏舞，谄媚地小跑到我的面前，伸手从他的脑袋后掏出一个气球，扭成可爱的小狗送了过来。我莫名能从他纹丝不动的笑脸面具上读出一丝谄媚，他恭恭敬敬行了个脱帽礼。一个蓝马甲员工从远处滚过来，他的脑袋还卡在胳肢窝下，整个人就像一个球。他没有看到小丑刚才对我的举动，非常没有眼色的开口 ：“Boss， 这给人类损坏游乐设施不赔钱，还殴打员工。”
我看把这个人类削成肉片，给员工们加餐吧。蓝马甲员工馋得舔了舔嘴唇，还想要扑过来按住我的手脚。我身后的玩家瞬间散开，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牵扯进来。小丑额角滴下豆大的冷汗，然后默默地掏出1人高的大铁锤。他直接把那个喋喋不休要教训我的诡异给锤到地底，接连好几次，直到连员工的头发丝都露不出来为止。他讨好的笑了笑，然后手舞足蹈地表示完全不认识这个员工。我捏了捏手上的气球小狗，它搞怪的滋哇乱动。算了，暂时不和他计较了，毕竟一个有眼色的下属还是很难找的。我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用力锤蓝马甲员工的小丑，还有已经完全变成肉片的诡异。其他玩家见到诡异居然对我这么恭敬，又悄咪咪地聚拢回来。我也懒得理他们，毕竟他们绝对不敢和我一起到下一个项目。直播间的诡异见到小丑的举动大跌眼镜。游乐园 BOSS 为什么要对这个人类那么恭敬呢？我一拳就能把他锤成肉泥。不是吧？就算这个人类真的是诡异卧底，小丑可是 S 级诡异，用得着这么谄媚吗？不会是因为那张黑卡吧？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想玩的下一个项目是云霄飞车，这个项目和跳楼机一样刺激。过山车倒吊在顶端的时候，诡异们就会像下饺子一样掉下去。运气好的诡异在过山车下来的时候会被稳稳地接住，运气不好的就变成饺子馅了。身后的玩家苍白着脸，不敢看那些诡异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大佬，我们要不换个项目吧？这个死亡率好像有点高。我们一起去碰碰车吧，那边的安全系数看起来高一些。”我完全没有想要听他们的阻拦，已经撒欢地跑过去。那些玩家一咬牙，一跺脚，灰溜溜地去参加其他项目了。姜糖被分配到这里，等我好久了，他整个人朝我飞扑过来，他眼里的激动都快溢出来了，开始喋喋不休：“你不是大诡异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变成规则怪谈玩家？你也被拐来当卧底啦？我没接到通知有其他伪装成玩家的诡异呀。”姜糖是恋爱游戏里的 NPC，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诡异世界，后来意外死亡，才被恐怖游戏收编成为诡异员工，没想到能在规则怪谈里见到他。我稍微解释了一下，顺便和他一起痛骂规则怪谈眼瞎。我这么大个诡异头都能被误认为人类玩家，而且还把我拉到自己的场子。姜糖委屈地拿员工手册泄愤，他也被游戏坑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拉来当劳动力了。规则怪谈让我当卧底误导玩家。诡异游客已经开始在过山车前大排长龙了。高速运行的过山车上随机掉下几名幸运儿摔成碎肉，但很快又重新融合到一起。这座游乐园哪里会有绝对安全的设施？关注公众号胡巴士，这里可是专门为诡异提供欢乐的游乐园，绝对的刺激。另一个新玩家大学女生被安排成为海盗船的工作人员，她勉强挤出一抹笑容，面对面前一堆想要吃掉她的诡异游客，她结结巴巴地开口：“尊敬的游客，欢迎来到海盗船。”一个长满嘴的诡异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一口大学女生，把人吓得瘫坐在地。他贪婪地扫视对方，口水积成一小滩，真是美味的人类，给我尝一下你的手指怎么样？大学女生都快哭出来了，但是她突然想起什么，鼓起勇气拒绝了。长舌诡异可惜地收起舌头，恋恋不舍地坐上海盗船。员工手册上允许员工拒绝游客不合理的请求。后边的诡异突然吵闹起来，一个猫脸老太牵着熊孩子诡异开始插队，他硬生生挤到裂口女前面，那个熊孩子还一脸得意的做鬼脸。你们得学会尊老爱幼，没看见我孙子想要快点玩吗？裂口女直接挥舞大剪刀，想要把他的头给剪下来。旁边的诡异激动的起哄，大学女生不敢插手诡异之间的争斗，直到另一个蓝马甲员工走过来，他强硬的把两诡异分开，并且直接踢出了队伍。其他游客瞬间乖巧的排好队，一点也看不出刚才群魔乱舞的样子。蓝马甲员工面无表情地盯着大学女生，然后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你违反了规则。一瞬间，大学女生的脑袋就像碎掉的西瓜，直接爆开了。旁边的游客悄咪咪地啃了一口。员工手册最重要的一条，员工必须维护好游乐园的秩序，保证游客能够快乐游玩。显然他没有记住，或者说他根本不敢插手。我已经顾不上玩家那边的闹剧了，完全在过山车那里玩嗨了。在过山车上，我身上的安全杠随时会脱落，然后我就会来一个刺激的自由落体。旁边的诡异眼巴巴地看我在最高处掉下去，又在最低处稳稳地落到座位上。他们遗憾我居然没有摔成肉酱。姜糖脱掉蓝马甲，屁颠屁颠地跨住我的胳膊。我哪能当卧底呀？规则怪谈让我捣蛋误导玩家触犯规则。他好不容易见到一个熟人，开始嘚啵嘚啵的吐槽，我已经开始游神了。玩了那么久，我真的饿惨了。我推着姜糖想要先去售卖处，灌木丛里突然窜出来一只三花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俩。他娇娇俏俏的样子一下就戳中了我的心。姜糖猛地扑过去亲肚皮，他发出石矶娘娘的笑声，猫猫生无可恋地摊开肚皮。游乐园守则第5条，游乐园没有动物。如果您在园区发现动物，请及时到售卖处购买食物投喂。这条是为了防止有诡异伪装成动物逃票制定出来的，顺便带了点促进销量的私心。三花用力地用爪子抵住姜糖的大嘴，口出人言：姜糖，能不能有点女孩子样？姜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
他迅速把3花扔得远远的，然后拼命地插嘴。江上，你恶不恶心？干嘛变成猫的样子跑过来啊？江上是江棠的弟弟，他也被规则怪谈拐来变成猫了。他们2个开始你来我往的拌嘴。我觉得再这么让他们吵下去，我可能就要饿死在这里了。一手拎一个拖走了。售卖处挤了好几个玩家，他们的身后被各种诡异的动物跟着。一只红眼猴紧紧跟着眼镜男，越来越近，他的爪子几乎都要勾到男人的衣服了。眼镜男迅速掏出剩余的一张诡异票，买了桃子扔了过去。但是猴子啃完桃子后，继续盯着眼镜男的脑袋，一个桃子根本没办法打发他。眼镜男快要崩溃的时候，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。那边那个能不能借我点诡异币，等我通关了双倍还你。可是我并没有帮玩家的打算，诡异和玩家本来就是对立的阵营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花钱买自己的东西免费送给别人？我又不是圣母玛利亚，也不是什么冤大头。眼镜男见我没有丝毫想要掏钱帮他的意思，他眼底藏着幽暗的情绪。旁边几个同样没钱的玩家开始指责我，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大家都是玩家，互帮互助一下怎么了？是啊，都说了通关了副本马上就双倍还你，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？我看他肯定是之前的副本侥幸才拿到黑卡的，看他哪里有老玩家的样子。眼镜男跳出来撺掇玩家们把我的黑卡直接抢了。那些动物已经越走越近，有只双头狼已经迫不及待地啃下了一个玩家的手。玩家们已经红了眼，顾不上思考我到底是不是大佬。他们再不买到食物，自己就得变成动物的食物了。眼镜男已经跑到我面前了，他想要用壮硕的身体把我压倒。我还来不及给那些玩家给踢飞，他们就已经变成一道优美的抛物线掉到那些动物嘴里。我被一双修长的大手揽进温暖的怀里，那张神颜直接撞到我的眼里。陆谨言一脸无奈，他紧紧抱住我。要不是小丑联系我，我还以为你离家出走了。如果你是因为我不给你看帅哥离家出走的话，我就用铁链把你和我串在一起，让你哪里也去不了。我有些心虚地看向远方，之前确实有这个想法，还没有实施就被抓过来了。我牙都快咬碎了，这规则怪谈不打一声招呼就把我抓来当玩家，这是什么黑心的恐怖游戏呀？而且居然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游乐园当副本，我气得用陆谨言的纽扣磨牙。这些规则把我的游乐园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江棠把江上变成原样以后，拉着他直接去游乐园里玩了。至于规则怪谈的卧底任务，他们都懒得搭理。2个玩家跌跌撞撞的从外边跑进来，他们整个人晕晕乎乎的。然后柜台那边突然出现一个红马甲员工，光头男从颤巍巍的递过去诡异币，让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我要一杯西瓜汁。他们争先恐后的把西瓜汁分食了，最后甚至要把杯子都舔一遍。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请找到身穿蓝色马甲的员工说明情况。本游乐园没有穿红色马甲的员工，如果遇到，请无视。4游玩过程中如果出现幻觉，请及时到售卖处购买西瓜汁。7游乐园售卖处不提供西瓜汁，如果有需要，请及时找到红色马甲员工购买。这几项规则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因为我记得我的员工不可能穿红马甲，因为蓝马甲比较便宜，所以我购买的工作服都是蓝色的。那现在出现在这里卖西瓜汁的是谁？还有游乐园的采购清单并没有西瓜汁这个进项，我也没有收到西瓜汁的任何利润。那2个玩家喝完西瓜之后，幻觉好像并没有消失，他们死死地掐住对方的脖子，脸涨得发紫，眼球完全凸出来。陆谨言随手翻看了游乐园手册，轻笑一声，真是狡猾，他只让人买西瓜汁，可没有让他们喝下去。我直接蹦跶到红马甲员工面前，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，要来一杯西瓜汁吗？我一把把他的脑袋卸下来，没想到里面居然空空如也。他的身体不是由血肉组成的，而是机械。陆谨言仔细端详了我手里的机械脑袋，指着下面的一行小字，日香游乐园。日香游乐园是诡异世界小透明游乐园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把机械人送进来卖西瓜汁，居然偷偷蹭我的客流量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分走了我多少营业额。一杯西瓜汁居然敢卖100诡异币，也就这些玩家肯付钱了。正好我打算扩张商业版图，既然有人送上门来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。我正好缺少一个新的游乐园副本场地。那个不是隔壁恐怖游戏的 boss 吗？楼上说的靠山不会就是他吧？我记得西瓜汁在游乐园卖老久了，只有人类愿意出钱买，不过喝完就死了，不知道他们图啥。那也就是说笑脸游乐园是那个女人的产业喽，我就说她是个大诡异没错吧。日香游乐园的老板死定了，居然敢占 boss 的便宜。我记得笑脸游乐园最出名的项目是镜子迷宫，传说镜子迷宫里会出现诡异心中最恐惧的幻象，而且诡异在迷宫里的能力被大大限制。它是诡异世界中情侣必玩项目，别名分手迷宫。每对恩爱情侣都会来这里证明自己不灭的爱情，可是不少诡异情侣参加完这个项目直接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一直想要尝试这个游戏，万一我和陆谨言就分手了呢？说真的，要不是之前误入恐怖游戏被 boss 陆谨言俊美的不像话的脸迷惑了，然后稀里糊涂的就被他拐走当老婆了，不然以我的财力肯定有不少帅气诡异愿意跟我。陆谨言占有欲强到雄性员工都要离我3米远。
镜子迷宫一眼看过去，全是我和陆谨言，基本上没走几步路我就要碰头。陆谨言无奈地抵住我的额头，深情地看着我，乖乖，你要不要那么不小心啊？这个迷宫看起来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回去吧。我听到这个肉麻的话，浑身都鸡皮疙瘩都掉地上了。陆谨言什么时候这么嘴甜了？看着眼前人轻轻把我的发丝别到耳后，温热湿润的气息逐渐向我靠近。我一把捏住他凑过来的嘴，然后狠狠地甩过去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陆谨言委屈地捂住脸，眼里闪着泪花。宝，你为什么突然打我？面前的诡异顶着陆谨言的脸做出这种表情，我可耻的爽了。我轻咳一声，正色道：别装了，暴露了。陆谨言性格傲娇，基本不会说这些甜蜜的称呼。再然后我还没玩够，他即使再无聊也会继续陪我。陆谨言冷哼一声，然后露出得意的神情。你认出来了，你男朋友不一定认出来了，估计现在已经躺在温柔乡了。话刚落音，旁边的镜子全部碎裂，一个人影直接飞了出来，显然就是我的样子。陆谨言浑身散发黑气，脸色难看极了，特别是看到我身边还站着一个陆谨言，我默默地离伪装成我们样子的诡异更远了。这个时候的男友可惹不起。他走过来把我揽在胸前，然后地上冒出来的触手把两个诡异都卷了起来。诡异们才发现陆谨言是 S 级大诡异，连忙求饶。我们就是个打工仔呀，都是老板逼我们拆散情侣的。Boss， 你去找老板算账吧。是啊，肯定是老板单身太久，精神变态了，才安排我们干这个的。我是老板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是个专门拆散情侣的变态呀？他们居然回我清誉，我不满地扯住陆谨言的领口，让他给员工们教训。触手直接把诡异碎成渣渣，恢复起来估计要好久了。这两货打着游乐园老板的名号狐假虎威好久了，今天终于被正版收拾了。都怪他们，我的小红才跟我分手的，我的爱情再也回不来了。楼上怪谁？自己连女朋友都认不出来，当着人面亲冒牌货，不被分手才怪。Boss 真强，那女诡异还没开口就被发现不对劲，给扔了出去。我气呼呼地拉着陆谨言要去做旋转木马，可以说这个是游乐园中玩家最喜欢的游乐项目，死亡率极低。在设备运行的时候，木马会活过来变成奔腾的骏马，如果被马摔下来，那就彻底变成地下亡魂了。不过玩家一般都会把自己牢牢固定在马背上，很少有人会死在这个项目。蓝马甲员工拦住我们，大拇指和食指微微一捻。这个项目需要200诡异币，门票里不是包含了所有项目的费用吗？这里居然要额外收费。蓝马甲员工把我和陆谨言当成玩家了，他摆着一副臭脸。你们两个人类爱玩不玩，有的是人抢着买单。我指着游乐园手册的规则3。游乐园门票已包含除食品外所有项目的费用，如果遇到工作人员私自定价，请拨打投诉热线投诉。你就不怕我打电话投诉你乱收费？蓝马甲员工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。他梗着脖子暗暗威胁，嘴角裂到耳后。200买条命还是很值钱的，要不是我把机械转速调低了。你以为你们能那么安全吗？很好，不仅私自收费，还敢调整机械参数。这次的工作视察居然抓出来不少老鼠，他们和规则怪谈合作，不知道捞走多少油水。他得意的舔舔嘴，放肆的目光把我从头扫视到脚，开口拿不出200的话，就用你的胳膊抵债吧。其他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，游乐园马上就要闭园了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蓝马甲员工忍不住已经要把脖子伸过来啃我了，结果被陆谨言一把揪住脖子，他嘴上还不停的威胁，全然不顾自己现在完全被压制住了。我警告你不要不识抬举，我们老板可是恐怖游戏的 boss， 你最好不要在游乐园里惹事，否则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听见他的声音都在颤抖，然后他好像看到了救星死命挣扎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是那个送我气球小狗的小丑。蓝马甲员工高声呼救，然后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你们完蛋了，小丑经理可是 S 级诡异，随随便便就能把你们撕碎，你们最好快点道歉，然后给我500诡异币做赔偿，我还能在小丑经理面前替你们说一说好话，让他饶你们一条小命。他激动地挥舞他的2双手，拼命地引起小丑的注意力，然后他成功了，小丑飞快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经理，就是这2个人破坏规则，快把他们变成气球。我环臂挑眉，轻轻靠在陆谨言的左肩，看来我的好经理可能也需要一起换掉了。小丑举起双手，然后掏出一个巨大无比的打气筒，迅速塞入蓝马甲员工嘴里。在他震惊的眼神中，他的身体越吹越大，然后在巨大的爆炸声中，血肉被溅得到处都是。小丑恭恭敬敬地向我们行了个礼，努力地想要推脱自己的责任。不过陆谨言显然没有耐心听他的辩解，直接把他的头卸下来，然后踢飞了。你被解雇了，我不需要管不好手下的员工。无头小丑跌跌撞撞跑去追他的脑袋，滑稽的过分了。要不是规则怪谈把我误认成玩家抓了，我还没办法体验这么精彩的游乐园之旅。游乐园里居然有这么多不靠谱的员工，而且规则怪谈还有奇怪的游乐园还要横插一脚，抢走本来属于我的诡异币。快到闭园时间了，陆陆续续有诡异出来了。参加副本的玩家基本上没剩下几个活口，能够凑满5个游乐项目的就更少了。
已经成功完成通关条件的玩家紧赶慢赶地从游乐园大门出去了，剩下的玩家们将永远留在游乐园当员工。其实主要是我踢掉的不靠谱员工太多，刚刚好把规则怪谈的玩家拿来充数了。我狠狠教训了规则怪谈，统一把笑脸游乐园作为规则怪谈的副本，然后趁火打劫，直接把规则怪谈之前的道具都捞走了，顺带还敲诈了一大笔的诡异币赔偿。游乐园彻底被我整改了一遍，成为诡异世界最红火的游乐园。我最后成为了诡异世界的首富，恐怖游戏和规则怪谈的副本场地直接被我垄断。下一个目标，进军恋爱游戏好了，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攻略三角头。